大家好，我是日本。我大学读的是视觉传达艺术，读了4年，但是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行销，大概做了4个月，我就发现我真的喜欢的其实还是拍摄跟剪辑，所以我决定下个月底就离职了。趁着还有一点存款，我想先去看看台湾不同的地方，顺便练练我的新的那个 DJI 航拍机。这个月我要利用周末的时间多去练习，比如说去了基隆、中和这些地方去试飞一下，希望之后可以更熟练一点。不过也要提醒一下大家，如果要去玩航拍，记得要先确认自己的机型类别。像我用的是 Mavic 2 Pro， 重量是250g 以下到2kg 以下。这类的要上网登记走好，不需要拿出作证。第一条的资料我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2个链接里面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咯。从台北到恩哥那边车程大概30分钟。如果有 T Pass 的话，其实蛮方便哦，一下就到了。然后出站之后，其实你按着指示牌就会看到这边过了那个马路，其实对面就是一个入口，就是在这条小车道里面哦。但是你进去之后其实第一件事情是看到彩虹在欢迎你，这个真的是跟彩虹一样，因为天气好的时候有阳光照下来，地面的颜色才会出来你看多漂亮。你要再往前走一点的话，我们会看到一座天桥，然后天桥左手边就是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咯。在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其实你去飞一次前先检查，除了要注册之外，还要下载那个民航局的 APP 查一下这里是不是禁飞区，因为像这边美术馆整个区域其实不可以飞的，但是附近我看到你们看，我看到那个地图上面其实有1-2个点在旁边是可以飞的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就会去那边。好，我们继续走下去。其实今天人比较多了，而且小朋友蛮吵的没有，蛮热闹的，所以今天是蛮多人的感觉刚好，因为是刚好今天有活动，所以才会不同家庭全家都出动了说到全家，旁边这个 Family Mart 全家真的是品味就是不一样但是因为里面真的是全家都在里面，所以我就什么都买不到。好，我们去下个地方吧。好，然后在这边就是刚才我发现的第一个地方，比较靠近旁边的美术馆，但是刚好也不在那个禁飞区里面，所以我想说这边可以先看看，空间蛮大的，而且旁边又没什么建筑物，它本身就是一个拍照的地方，所以我觉得这边飞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我们就起飞了。其实刚开始起飞的时候是蛮稳定的，但是到上面的风真的是太大了，然后我的无人机那个遥控一直在响，提醒我风太大要降落，所以你看我这边其实飞了2-3段影片，我就不敢再飞。然后我想说，反正我是想要等到4点多才拍下一段的，因为现在才1点多，我是想要拍日落那个 sunset 那个阳光的感觉所以我们先找一间店坐一下，然后等到差不多4点我们就继续再飞。然后在途中你可以看到美术馆的空间设计跟动线，
其实蛮舒服的。如果你只是过来拍照或是约会干嘛的，我觉得非常适合。因为建筑的 pocket space 还有那个 Never difference 蛮多的，所以每一个转角还有高低会都可以找到简约的素材哦。比如说这边还有这些对我来讲都是蛮简约的一个构图，我只有等一两个人走过去，其实那个简约的照片对我来说是那个素材就出来了。或者是这个小山腰人造上去，然后利用后面的天空跟云做背景的话，拍出来就比较轻松跟简约了。好，我们终于来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了，而且这边有一间小店叫茶日子的小店哦，里面是点一杯茶配一个冰奶油面包的话就150。我们先进去看看。所以这里面是冰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吃起来是冰冰的这样子，然后现在当冷泡茶有活动。好，然后我要1份。所以有原味跟巧克力口味，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吃巧克力那个，所以里面是冰冰的奶油馅的，吃起来是蛮绵密的，在这种天气吃的话是蛮舒服的，当然是稍微有点腻了，所以配茶其实刚刚好了。然后我们在这边等到差不多4点半，我们就会去桥的另外一边了。所谓桥的另外一边，我们先看一下那个 APP， 你会看到我们刚才是在美术馆的左边去进行那个飞行嘛，然后另外一边其实你会看到这个小三角形啊，就刚好是不在禁飞区里面的。那我想说我们可以去桥另外一边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要经过这座桥了，然后我发现其实这个是一个脚踏车的通道，很多家庭都会在这边骑脚踏车，然后那个广场其实也是给脚踏车做一个通道，所以我们选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，这个奥会的话就比较不会影响到别人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。我记得 Eric Jorgensen 曾经说过，选择在哪一个城市生活，几乎能完全决定我们的人生的道路。那我们却很少花时间去思考自己要住在哪一个城市。其实他建议我们应该花上1-2年时间去想清楚3件事：要住哪里，要做什么，要跟谁一起做。因为这3个选择几乎决定了你的人生的方向。看完这段话，我就觉得我应该花更多时间去思考我真正想过的生活。那希望你也一样，不要随波逐流，不要把人生的主导权交给别人。Peace。